啊？我听以前教过我，可以通过炮弹声音来分辨它的飞行轨迹和落弹远近。刚才那车阀门就不可能落到咱们这儿。小伙子，准头不错呀！连长，杀过日本人。爬山！二狗，给我狠狠的打！二狗，给我狠狠的打！看准了人，别杀人！对，战场上曾经过人了，到时候你想死，能救一条命。兄弟，坚持住，快送医院！照现在的形势看，鬼子的攻势会越来越猛，咱们后面的战争会更残酷。都做好心理准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咱们都会在一块儿。勇哥，你怕不怕？说实话，有点怕。但是自从我爹和小曼他们都牺牲了以后，我就不怕了。只要能活着，我就能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万一要是牺牲了，到下面去跟他们见面也会体面一些，也不会让小曼觉得我不像个男人。咱们这回无论如何也要顶到最后。是啊，不管怎么样也得保证虎队撤退。来，各排的伤亡情况怎么样？我们一排带的伤亡过半呀。我们二排还有14个人，单班的战士已经只剩下3个人了。我们3排还剩17个人，2班全打光了。我刚才问了一下兄弟连的同志，损失和咱们差不多。连长，我们这样耗着不行了。狗日小日本火力太猛了，尤其是他大炮，战士们都是被大炮炸死的。是的，大炮打的战士们喘不过气来。再坚持2天就好了。通知下去，告诉战士们，抓紧时间修补工事，好好休息。恶战还在后边呢。以后打仗，干部带头，战士跟着。如果要是我阵亡了，排长顶上；排长死了，班长顶上。
就算我们连打的只剩最后一个人，也绝不能让鬼子踏进阵地半步。是。先生、開戦以来あった中国軍は弱いままで、まさかここの八路軍は結構強かった。本当のことを言うと、まさに予想外でした。宮川君、今回我々の目的は忘れてはいかん。この山の反対側は八路軍の本部なんだ。固く守るはべきだ。先生お見事です。彼らは物前に優勢であるため、我が国にとっては手強い相手になるに違いありません。宮川君、ちょっとそっちを見る。はい。発射！有观察哨。废话，老子还不知道那是观察哨啊！观察哨，你早知道，你为什么不去卸掉它啊？让我们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当活靶子。我他妈也想多了的。团长的命令让在这儿死守，命令有命重要，你不去我不去。你去哪儿去？那什么地方啊？观察哨，鬼子傻呀！不知道他们想多了的啊！那儿全是重兵把守。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给我闭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死守阵地，哪怕就剩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这道防线。同志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敌人的枪炮一打一个准吗？因为那边是鬼子的观察哨，那夏令营被大炮中了眼睛。我们要去端着观察哨，连长还不同意。这样的话，我们迟早有一天要全军覆没。陆子正，你这是动摇军心，你知道吗？要不是团长让我保护你的话，老子早就完毙了你了。你们要怕死，可以滚。好，咱们不在这当炮灰。同志们，守住阵地！反战！5个人纪律，就他坐着反战。这是窝囊坐着反战，毫无战术可言。我们留在这儿就是白白等死。走！你们！是谁说我们的战士是炮灰的？还不是陆子正他们。团长，这几个少爷哪是闹革命打鬼子的料啊？反正他们也不愿在这儿待，让他们滚蛋。让他们滚蛋？他们太无组织无纪律了。反正我的连不要他们，让他们滚。我不同意，团长不能让他们走。赵指导员，这几个大少爷可是你叫过来的。大战之际动摇军心，按军规应该枪毙的，让他们滚已经便宜他们了。我承认，陆子正他们今天的言行是有所不妥，
可是团长，他们刚刚到部队，得给他们成长的时间，不能因为他们现在不成熟，就彻底否定他们。那先去关禁闭。团长，去，执行命令。是。他们北洋的大学生，我们在这儿受气，不让打鬼子也就算了。我们走吧。对，是要走。走了以后，马上把鬼子的观察哨给端了。可问题是，我们现在怎么走？你们觉得门外的那俩人拦得住咱们吗？那怎么办？老办法呗。你打我干什么呀？你打我干嘛呀？你没有命！你怎么回事？好了，你干什么呀？你打死你！好了，杜总，他先打人，他打我，你啥时候？希望打死你！打死你是不是？打死你！都能打到我，知道吗？你们干什么呢？立功。立功。对，我们这就去把鬼子的观察哨给端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挽留我们，我们都坚决离开。对，坚决离开。你们还当自己是金门的大少爷呢？这是抗日前线。不就是个鬼子的观察哨吗？我们说端就给端了。你们蹲？你们有一枪一弹吗？观察哨周围的地形你们了解吗？日军的兵力怎么布置的你们知道吗？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在这儿放言要去端鬼子观察哨，还把自己的战友给打伤了。赵指导员，你太小看我了。既然我做了这个决定，就说明我已经有计划了。至于他们两个，一会儿就行。陆子正，你出生于军人世家，知道不知道，在军队里最重要的是什么？陆子正，回答我。服从命令。你们这次犯的错，等你们完成任务后，继续禁闭，好好反省。任务？白天无法接近观察哨，只有晚上才有机会。肖团长，你的意思是把拔掉鬼子观察哨的任务交给我们？赵指导员说你有计划，怎么样？说说，给我们听听。哦，我的计划很简单，因为我会流利的日语，所以我们就装扮成敌军接近他们，然后给他们最后一击。赵指导员，到。肖团长，你……肖团长一直想端掉日军的观察哨，也在想怎么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利用你会日语的特长接近敌人，完成任务。我刚才去找你们就是为了这个。带着这个，我希望你能戴罪立功。是。这个肖团长还挺厉害的，知道敌人的弱点，也懂得怎么用人。那有什么呀？你别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整个军队里面，就咱们三个是北洋大学的高材生，懂日语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他能出这个主意，也不算是什么能耐。那我也觉得他挺厉害的。你看啊，虽然部队设备陈旧，
但他会用咱们的长处消灭日本鬼子的短处，这叫战术。哼，他土八路能有什么战术？他就是一个团长而已，跟我爹这个将军比起来，他差远了。你爹那是国军，就算你爹一个人能上天入地，那有什么用啊？哎，这国军也不好说呀。行了，别废话了，出发。赵指导员，咱在这儿等他们吧。行。他们最好早点来。这几个大少爷，也不知道肖团长看上他们啥了。好像有人来了，隐蔽。是他们，走。来，子珍，你们怎么来了？团长让我们在这儿接应你们。我就奇了怪了，为啥团长非让你们执行这次任务？奇怪吧？一会儿更有你奇怪。走。抓紧时间修复工事，大家快点儿！团长，准备怎么样？团长，这小鬼子们好不容易不进攻了，咱们也需要时间调整啊，干嘛主动发动进攻呢？我到总部要这杯迫击炮，就是要挑起战事，吸引敌人注意力，让这几个大学生夺了敌人关上哨。同志们，进入战斗！这么晚上，打，让他们打吧，打对咱们有利。这是团长故意要吸引敌人的注意，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行动。看来他早有预料。報告、ボロが86が深夜銀行を派遣。襲撃作動、反撃だ、やれ。同志们，尽量吸引敌人的火力。啊！你怎么能相信那几个毛头小子呢？张连长，你可别小看这几个小子，打！张站员，这样，你带着风影队和三八，在这儿准备佯攻。冷冷拿着自己的枪，从右路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炮楼上的机枪给卸掉。好嘞。我一个人迂回到炮楼底下，把炮楼炸了。三八啊，换把好枪。张大狗，子珍，你小心点儿。放心吧，你们也注意安全。行动。趴下。どの連隊ですか？
听到没有？敌人的炮火没有声音了。陆子征这小子还真成功了。成功了！撤！走。八郎君はなぜか夜中に襲撃を開始したが本当にわからないですね。なんでこの右側の銃声は起きてんすか。では仕掛けら。あ、観察所の方面。哎，小马，你说他们越这么大的沟，张团长是不是得嘉奖我们呢？你想得美！你团长那个性，能把你们禁闭免了就不错了。哎，不是，他就免个禁闭呀？我们立这么大的沟，他不表彰的话，他也得弄一庆功宴吧？是不是？哎，再说了，你行了，你别跟我这叨叨。你要叨叨，你去肖团长那叨叨去。他这辈子都改不了拿叨叨的毛病，你别理他就行了。我叨叨你了吗？我以前只是爱叨叨小曼。少说两句，走。这点，团长，还真神了！这几个小子把那观察哨端了，还顺手灭了那么多鬼子。说实话，这战斗力还真不输给我们队的。这几个小子确实是奇才，但就是骄傲。我继续磨练他们的耐性。团长，那这回他们要是回来，咱得奖励奖励他。奖励？你想多了。回来啊，我还得看他们的认错态度，态度好就免除禁闭，态度不好继续禁闭。我说，团长，这几个娃娃也挺不容易的，那没功劳也有苦劳呢。您这么做，打昏自己战友的账还没算呢。张山，我说过的话，你可得对他们守好嘴，一定要压制住他们的傲气。哎呀，您就放心吧，团长，我只要不是喝多了，绝对不会把这事说出去。那就借此机会把这个酒给戒了。是。陆子征同志，这回你们可立了大功了啊！听听，鬼子的炮弹都没声了。张连长，我们那禁闭是不是可以免了呀？哎呦，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你们得问团长去。我是得找趟肖团长，可是我不是要去问关不关紧闭的事儿。那你们要问啥？我得找他谈个条件。谈条件？还找团长谈条件？赵指导员，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几个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们是不是想解除禁闭啊？是。还想要枪？是。是不是还想当这个团长啊？是。有雄心是好事，可是你们才立了这么一个功，就上纲上线的跟我提那么一大堆要求，哼，什么事总得一步一步来吧？啊？我们单独行动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就说明我们具备行动的条件。而且现在外面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的部队缺乏战斗力，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控制着。这是将领不才，用兵不当。就是，鬼子的岗哨要不是我们几个去，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那么干净利索的端掉吧。哎，我说，才完成了多么大点任务，你们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告诉你们，我连里那些个兵哪个不比你们强啊？团长，打仗打敌人，光有勇气
没用，还得有战术。只有给我们成立专门的小分队，让我们拥有单独行动的权利，才能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实力。这样，这个战场我们来的才值。我要求给我们免除紧闭，让我们成立专门的小分队，这样我们能够单独的和日本人作战。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要求免除我们的禁闭，给我们专门成立小分队，让我们单独跟日本人作战。做白日梦呢吧你？我告诉你，这是部队，不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请团长批准我们的申请，我们有这个本事。这就本事了？啊？你们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是军人。瞧瞧，瞧瞧你们这副战相！看来你们还是没认识到行动前的错误。先继续回去关禁闭，什么时候把军资和战象训练好了，再给我送过来。什么？我们都已经立功了，还要关禁闭？还要让我们操练战资军容？永贵儿，团长，他们之前是没有遵守纪律，也违反了组织的处分。可是他们已经充分证明了是有战斗实力的，也愿意悔改。能不能在给他们处分的时候，也给他们一次战斗的机会啊？赵指导员，他们是你带到部队来的，关于操练的事，就交给你吧。连长，执行命令。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war, Chef. I will show you how to fight. Commander, speak with the battle, not the words.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But before you show your convincing performance, please reflect on yourself. 张连长，走，让他们继续关禁闭。是。这肖团长什么来历？怎么被镇住了？肖团长可是留洋回来的高材生，正规美国军校毕业的。哈，难怪。等你们反思好了，就跟着我操练军资。军资操练好了，才能跟肖团长提你的独立作战计划。这个肖团长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立了功不嘉奖我们也就算了，还让我们关禁闭啊！还让我们操练什么军资，太气人了！这也。不过，我倒觉得这肖团长跟我爹挺像。像你爹？是啊，都是那么的不讲理，都是那么的狠，而且永远让人摸不透。不过他唯一一点比我爹强的就是，还算有点文化。听刚才他说的英文，还算挺溜。确实是啊，这个肖团长打起仗来也有自己的一套。对。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这肖团长有点意思。行，我就听他的。关禁闭，占军资。菊千代君はどこにいる？菊千代君は大学校から引き出して目標をしました。その周りに駐在しています。第一段階が終わった。希望の結果はできなかった。我が第二本軍は865全滅というの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が、強く衝撃を与えたはずです。よし。菊千代に伝え、第2段階突入。8の本部を見つけ叩きます。できなかったら軍法に照らし処分する。
なんてことだ。日本語はできるやつがいるってことですか？はい。自分の耳で聞こえた。当時に近くの草むらの小便し、見張りの人が奴らの日本語に騙された。くっそー。先生。思わずに八郎君特選でもいるんだ。我々の拠点を取られちゃった。こう見ると強いであってがあったことだ。我々の特選でを連れて奴らと会ってみよう。宮川君。はい。10名優秀な兵装を選んで八郎君の団部に入ってしまう。もし途中で奴らの特選で当たる場合が無回戦で戦ってやる。もし奴らが出なかったら直接八郎君の団部を取ってしまう。はい、それを準備をします。私は正面戦場で八郎君の注意力を引っ張ってやる。君に協力するよ。はい。行くぞ，早く！八路军的团部在什么地方？太君，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真不知道啊！是呀，太君。啊！太君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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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说出来者活，说不出来，全都得死。不练了，我就不明白，练这破玩意有什么用？就能多来几个日本鬼子吗？王贵，这还没给你定什么规矩呢，这就受不了了啊！做人就得站如松，行如风。你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瘫成一团。就是啊，尹贵，你以前不是一直喜欢学子生那样风度翩翩的样子吗？人这风度，第一就要从站相开始。你看看你现在啊，连站都站不住，哪来的风度？那以前是以前，我们都已经杀了那么多鬼子了，我也算是有能耐。可是现在呢，我就不明白了，我们都已经干了那么多大事儿了，为什么还要在这站啊、立啊上的浪费这么多功夫？我爹以前就跟我说过，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子，军纪不严，队伍不整，就不可能打胜仗。以前我也不明白，可是自从这几年，我看见国军溃败的样子，终于就明白了。你别看八路军什么都破破烂烂的，但是你看看这队伍的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冯小贵，是，咱们以前成立杀寇团，是干了不少事儿，可毕竟那都是小打小闹。这是哪儿？这是部队，部队就得有部队的纪律。况且，咱们还都是新人，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得干得漂亮一些，这样才能不给咱们杀寇团丢人。我这么站着，也算是玉树临风，不比子成差。整步走，一、二、一、二。团长，什么事？慌慌张张的。我们运粮队伍已经超过预定时间2天没回来了。派人去看了吗？看了，没找着人，也没发现尸体，就发现这么条头巾。菊千代终于跟我用这招了。
通知下去，全团警戒，警惕任何可疑的人。是。小鬼子这是要搞奇袭啊！我们运粮的同志突然消失，敌人在这个时候突然进攻。张连长，你怎么看？我们运粮队的同志一直走得到这条路，都挺安全的。你说这回？我认为敌人的目标是咱们团部。张连长，在这个时候，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假如说这是我们的团部，那我就派警卫连的同志把这围个水泄不通，连一只苍蝇都别想进来。张连长，你的作战思想有问题啊！有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啊？你太固执，太死板，不会改变作战策略，这样就只有挨打的份。团长，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那也打了不少漂亮仗啊。那您说说，这策略错在哪儿？我们的团部坐落在这个平坦的山头，周围没有依托的山险，周围四通八达，防守起来相当困难。我们绝不能死守在这里，和鬼子正面冲锋，不断的增补士兵。当人强就是添油，而添油战术是这种作战环境的最大大忌。可是鬼子来了，咱总不能不打吧？鬼子不是死兔子，从实力和装备上都比我们强。再说，刚刚吃了我们小队的亏，我想他们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摸进来。团长，这上山的路有这么多条，那谁能知道鬼子从哪儿来啊？我可不管什么死兔子活兔子，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团部的安全。主动出击，找到鬼子，消灭他们，也是完成任务。上哪儿找鬼子去？南边隘口，咱们就在那儿守株待兔，给敌人来一个迎头痛击。南边？可是我们的运粮队伍一直走的是西边的小路啊。西边的小路好走，又有警戒，敌人是不会从那儿进攻的。南边隘口山路凶险，但防守薄弱，这儿才是进攻的好地方。我宣布，解除陆子征他们3人的禁闭，让他们3个人去执行任务。团长，陆子征他们几个去执行命令。是。真不知道团长到底看上你们几个小子什么了，还当个宝似的。明明警卫员能干的事儿，还得老子亲自来。你们好大的脸子呀！团长让你干警卫员干的事儿，是因为他喜欢你拍马屁，更喜欢你拍马屁的方式。我说，你少给我胡说八道！你以为这是你爹的国民党军队呢？我们共产党凭的是纪律和本事，不是你所谓的拍马屁。那就是你的自我感觉良好了。我爹在的时候，他的副官崇拜他，就像你崇拜你们团长一样。我爹要是不高兴，他能郁闷到2天不吃饭。我爹要是夸他2句，他跟你一样，屁颠屁颠的，跟打了鸡血。陆子征，我告诉你，你少用国民党的老官僚眼光来看待我们八路军。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报告，连长，你是不是来解除我们的禁闭的？啊，陆子征、冯永贵、冷云峰，你们3个到团部报到。是。是。谢谢团长赏识。隘口是截堵敌人最好的天然屏障，我们3个人把弹药备足，保证完成任务。我说，就凭你们3个，那不去了就让鬼子给灭了。陆子征，你在金门组织了杀寇团，功绩累累，杀了不少的日本军官，但这还远远不够。战场子弹不长眼，容不得人半点闪失。你主动请缨去守隘口，
胆识是有了，方法也对路，可还是对自己估计不足。守隘口够你们3个人，远远不够。张连长，时间差不多了，你的兵从正面抵御敌人的进攻，记住，正面只是敌人的幌子，守住了就行。是。陆子正到。你带警备连支援3瓦。支援3瓦？对，团长早就命令3瓦他们守在隘口了。团长，您还是不相信我？隘口的地势对咱们有利，而且与其在这死守，不如早在那儿布防。团长早就派人守在那儿了，叫你们过来呢，是想看看你们到底是运气好，还是真的会打仗。团长放心，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速度快，快！走，走了，走了，走。好，上来，走。好像是老百姓，还背着东西呢。不可能是老百姓，一看就是鬼子伪装的。你怎么知道？老百姓的步伐不可能这么整齐统一。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将计就计。拿家伙！站住！干什么呢？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老百姓，给部队送粮食的。你们哪个部分的？八路军。哦，原来你们是八路军啊，自己人。你们的运粮队伍在路上被日本兵埋伏，全被杀了。那牺牲的百姓呢？不知道。我只留下粮食，所以我就给你们送过来了。你们几个人？9个。八路军同志，我们把粮食送到了，还得回去干农活。你们下来接应一下吧，外面这么多鬼子，也不安全。你等一下啊，我向连长汇报。我是1连连长，群众冒险为我们送粮，你怎么能够阻挡群众的热情呢？快迎接他们上来！是。上来！准备战斗。就这么几个鬼子，看我不把他们全歼了！不止这几个，肯定只是一小部分。后边还多着呢。妈的，这样肖团长给说对了，同志们不要轻易开枪，等鬼子近一点，扔手榴弹。打！
小曼，你欣然，还有季明浩，你还没给他们报仇呢，你不能死！你还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忘了吗？陆子正，陆子正，你醒醒啊！你不能放下！子正，你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胳膊，胳膊中弹了，很疼吗？是伤人。你刚才说什么？我。成了。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消灭鬼子的特工，但是让他们死伤一大半，也够局千代那老小子喝一壶的了。你们几个功不可没，我要全团通报，嘉奖你们。肖团长，嘉奖不嘉奖，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们专门成立一个小分队，条件就是每次行动前必须先跟我汇报。谢谢团长，团长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信任。敬礼。团长，您还真打算给他们成立一个小分队啊？那他们不得乱来啊！张连长，你得相信陆子珍他们会成长的。赵指导员他说的对，他们几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难得的人才。怎么还有点渗血呢？没事，养2天肯定就好了。谢谢你啊，谢谢你救我。其实，在金门的时候，我确实挺烦你的，成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一套又一套的大道理。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挺烦你的，自大，桀骜不驯，还经常惹麻烦。那你干嘛还费尽心思的接近我？你这个人莽撞，但是有一腔热血，带着你的沙扣团干了不少漂亮事儿。你平时吧，看着挺不着调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呢，却总有神来之笔。而且你身上有一种凝聚力，我现在总算知道为什么冯永贵还有冷一峰他们会那样始终的跟着你。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艾小曼会对你那样死心塌地。其实我也一样，我对小曼也同样是死心塌地。虽然小曼已经没了，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而且，我的心里装了小曼以后，就满了，再也装不下任何女人。我明白。
陆子章，都忘了小曼长什么样了吧？勇儿，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跟赵静怎么回事？我跟赵静，我们俩没怎么了。没怎么。那你敢不敢对着小曼再说一次？再说一次，我不会背叛你，我不会辜负你，我不会为了你爱上别的女人。小曼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我有什么不敢？行，你听着，小曼，我不会忘记你，我也不会辜负你，更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行了吗？行，陆子章，你给我记住你今天晚上说的话。小曼为了你付出了她所有，包括生命。一会儿让他们帮你把药上了吗？这个位置还有这儿，我们全都部署好。菊千代已经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危险和麻烦了，我们该认真考虑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团长，这回您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主意了？我们先等等，我想也会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并且会有他的解决方式。我想听听他的计划。谁呀？团长，你说的是陆子征？陆子征是金门抗战将领陆有义之子，从小对打仗谋略耳濡目染。通过这2次行动，我发现这孩子有头脑，而且还很有魄力，是个好苗子。赵指导员，你给咱们部队带来了个优秀人才啊！すごい先生。私は負けました。宮川君、どんな時でも相手の罠にはまるな。頭をよく考えて、敵の本意を見つけるんだ。はい先生、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报告。进来。什么事啊？肖团长，我申请领导能够批准我们小分队第1次行动。说说吧，这回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菊千代的问题啊？肖团长，你又想到了。团长正等着你说说你的计划呢。说说吧，陆子哲。是。肖团长，宫川只是日军特工战专家菊千代训练出来的一个特工而已，就已经对我军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了，所以我建议干掉菊千代，挫败日军特工队。先生，どうぞ。下腹司令部から電話かけてきて、我々今に進展に関してすごく不安だ。全ては私の過失です。帝王の忠誠を孤独なく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違う。完全に君のせいじゃない。やっぱり我々が相手を甘く見たんだ。春の戦うの役武装？宮川君。この前の教訓は深刻だ。はい。
でもかえっていいことだ。昨日会ったことは面白いぞ。干掉菊千代，上哪儿干？上城里干去？对，进城。鬼子的特工既然能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异想天开，这不叫异想天开，这叫艺高胆大。我说，菊千代是什么人啊？那不是简单的人物，他能坐在那儿等着你把脑袋摘了？好啊，我去跟你们见识见识。团长，你真要跟咱们一起去啊？团里工作怎么办啊？团里的工作政委来主持，我跟着他们下趟山，看看他们怎么摘下菊千代的脑袋。肖团长，您这是在笑话我们。前面2次任务是您事先有了计划，我们只是运气好，获得了执行任务的权利而已。还权利啊？少给我拍马溜须！执行了2次任务，你们还真得意上了。我可警告你们了，跟日本人斗，必须戒骄戒躁，谨慎从事。一旦得意了，就会翻船的。是。もしかしてアテラはすでに入場したかもしれない。奴らの目標は私、菊千代だ。君は準備して奴らを迎えに行かなくちゃ。はい。先生は何を興行に？君はこれに見ろ。この私に暗殺の絶好のチャンスが86が見逃げするか？それでは宴会先生は？その外へに情報を流して今夜満キロの演歌が私が参加する。理論上で言えば攻めるこそ永遠に最高の防衛だ。わかりました。先生、安心ください。ボディガードを手配します。防衛は重要だが、ただ奴らにびっかしないでやれ。はい。菊千代连队长到。撤！敌人有埋伏。这么好的时机，现在撤太可惜了，团长。马上撤！听着，兵分2路，一会儿旅馆会合。是。
是又是。你也回旅馆，我去查查菊千代身边那个汉奸翻译的底细。行，那你小心点。回去吧。这警报声让我感觉我们好像还在金门。司政，你是不是想念金门了？人都死光了，金门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愁，迟早有一天我会回到金门，替他们记。